小人参胡萝卜，您是不是对于如何烹调它觉得头疼呢？您是不是因为不习惯它的味道而将营养拒之门外呢？如果您学会了今天这道秘制胡萝卜，保证让您对胡萝卜改变看法，就连小朋友都会爱不释口。烤肉是很多人的最爱，可是饭店里的烤肉总让人觉得不太放心。想自己在家烤又没有烤炉或者烤箱，怎么办呢？没关系，健康新时代为您带来制作便捷的微波炉烤肉，让您在家就能吃到放心美味的烤肉大餐。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今天这里是大厨烹小菜。大厨烹小菜呢，每天都会给您请来一位大厨。今天最后我们的节目的是中国烹饪大师刘金波刘大厨，欢迎刘大厨。刘大厨，我们在节目中呢经常给您请来哈，教大家做那些小菜。我们的刘大厨说过，小菜是什么？小菜就是不寻常的菜，不寻常的菜，但是呢，却用简单的食材，是不是？是。今天依旧是这个主题。那么，给这个刘大厨呢保驾护航的营养健康老师是大家的老朋友顾平顾老师，欢迎顾老师。大家好。今天刘大厨带来小菜了，2道小菜。第一道菜什么名字？第一道菜呢是叫秘制胡萝卜。秘制胡萝卜，说实话哈，一说起这小人参胡萝卜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它有营养，但是一说到烹调它，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头疼呢？因为很难在家里把这胡萝卜做的美味。不过我之前听说我们的刘大厨今天有一个方法，能把它烹的就连小朋友吃它都爱不释口。这个胡萝卜呢，主要是考虑到它生吃的这个营养不是太容易能够吸收，还是想把它做熟了用点这个加热烹调用点油让这个胡萝卜的这个营养成分发挥出来。好，那怎么发挥？刘大厨，咱现在教我们大家好不好？秘制胡萝卜推荐理由：营养与美味一网打尽，用简单科学的烹饪方法，将胡萝卜做成新派的美味果脯。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不愿吃胡萝卜的问题立即迎刃而解。秘制胡萝卜用到的主料有胡萝卜、绵白糖、冰糖、浓缩橙汁。首先呢，选胡萝卜。你看这胡萝卜摆在这儿，说实话，每个人面对它的时候呢，都可能有一个自己的招。你有没有自己的招教给大家？大厨，怎么才能跳出来是好一点的？最简单的就是越红的越好，越红的，对，它这个芯呢越细的越好。叫三红一细，三红一细，对，皮要红，肉要红，芯儿要红，对，而且芯儿要细。哎呦，那这样我们就开始加工这个。好，咱就开始削掉皮之后呢，洗干净。做这个秘制胡萝卜呢，需要给这个刀呢，稍微讲究一点，就是把这个胡萝卜顺长，用烹饪方法上叫滚刀切，滚刀切的长条状，滚刀切长条状，这也不是叫滚料块了，滚料块应该是再斜一点。对，我这个要尽量的长一点，尽量长一点之后呢，能够让它快速的成熟一致。因为这个菜呢比较适合于小朋友来吃。比如说我们过节了，我们今天可以做上一些，做上一份，放在家里面，放到冰箱里面去，想吃的时候就得把它拿出来那么今天呢，我们想就是用2斤的量来告诉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OK， 记住比例，现在是2斤胡萝卜，2斤胡萝卜，那配多少？配白糖300克。那么这个白糖呢，可以用200克的绵白糖，加上100克的冰糖，因为冰糖的这个颜色好，颜色好，口感好，就是说不能光用白砂糖，你得混在一起搭。我们第2种调料呢就是白醋，有糖还得有这个是个酸甜口的，对，带点小酸味儿，对，小朋友们肯定喜欢，你知道。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用200克的白糖，放进去直接，还有我们这边我们的冰糖100克，100克，这就是总共是6两的糖，300克，总共。好，接下来我们放入100克的白醋，100克白醋，就是2两白醋了，2两白醋，好，是个酸甜口的，好像。其实这道菜算不算是腌的一道小菜？提前腌制，我们再加热。胡萝卜这个原材料必须要经过加热，必须要有油脂进行分解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脂溶性维生素，对对对，所以它才能够把这个维生素 A、胡萝卜素给吸收进来，把它腌好。腌好呢，我们如果说提前做的话，我们就可以头天晚上我们切好萝卜
我们把它腌好。提前1天，然后我们来处理它。但今天我们但反正最低不能低于6个小时，不能低于6个小时。那今天我们提前给大家已经腌好了一份，就是这个，是不是？对，这是我们提前腌好的。这是我们提前腌好的。记得了，这个配料表呢，刘厨已经给您强调过了，在家里咱就这么先腌着，腌完6个小时之后，咱开始正式的烹调它，就这个样子了。是我本以为它会像这个萝卜之类的，它会变得瘪很多，你知道吗？你发现这小人参胡萝卜，它好像还挺挺实的，不像萝卜那样，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进行操作。好，我们这边已经腌好的胡萝卜，现在放入锅中。大厨，我想问一下你，我发现今天我们这边放着燃气灶，您不用这边电磁炉。哦，是这样的，这个电磁炉呢，做这个菜呢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因为这个菜呢需要长时间进行加热。没错啊，那么温度呢，火候的要控制，必须大约在180度到200度之间。啊，也就是说火力不能太猛，也不能太小。你太小了，它就成了煮了。就是要它一个平均的火力，对，一个平均的火力。那么如果说家里面有电磁炉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呢用电磁炉来操作。那这时候大概要煮它多长时间呢？这个煮的时间稍微长一点。所以说我为什么用电磁炉？电磁炉可以不影响你去干其他的这个家务活。没错。大约在两个小时左右。2个小时。它要把这个胡萝卜里边的水分全部把它靠干，把那个糖分把它收进去。可我在想，这时候我们需要加水吗？2个小时它肯定会糊锅会干的呀。不会，就这样子慢慢的让它脱水，慢慢的让它脱水。那我们这时候的火力就是在中火就可以了。设定在180度左右，180度左右就 OK 了，是不是？那我们这个你可以大火，现在一开始大火先烧开它，对，好，2个小时，对。可是大厨，我发现其实你看，你从这个坛子里面倒进去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些汤汁，是腌出来杀出来的水分，一部分是杀出来的水分，一部分是白醋，还有一部分就是糖分，对，所以说它不会很快的这个水分就全部要蒸发掉。2个小时就靠它这个原汤来使它煮，慢慢的煮。那现在我们就把盖子盖上，好不好？好。2个小时又是需要一番等待的。胡萝卜在家里面很难操作美味，但是现在大嘴告诉你这第一招刘大厨的先烹上2个小时。那这边我们操作的胡萝卜，大家都知道它是小人参，有营养。没错。那它究竟有什么样的营养？其实胡萝卜里面呢，我们知道越红的越好，就是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是很高的。红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呢，在体内可以变成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呢能够促进我们儿童的生长发育。你比如小孩个头到了青春期了，长得不够高，我们就可以呢给他多吃一些胡萝卜。对，所以今天我们大厨呢就教给大家怎么让它合理的吃。但是有一个担忧，大家都知道，说这胡萝卜呢，它生吃不如做熟了吃，有营养。没错。就是怎么吃才能有营养？其实呢，这个胡萝卜它这个里面的胡萝卜素是脂溶性的，如果你要是直接生吃呢，它的营养素吸收，也就是说能吸收10%，90%都浪费了。所以呢，如果你要是熟吃，比如说把它做熟了，里面加一点油，用油炒，用油煎，或者是用油给它烹饪。比如咱们这个胡萝卜炖上羊排啊，胡萝卜炖菜可以吸收动物油，动物性的油也行。对，只要能有油脂，就可以帮它吸收了。小人参，今天呢，我们的大厨教你是用这种长时间的久炖，然后这种秘制的方式来烹调。2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我们打开盖子这一刻发现汤没了，而我们的胡萝卜呢变得晶莹剔透，是不是？这个像果脯有点像果脯的感觉，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家里面放心的一种秘制果脯，自制果脯。因为我们在外面买的果脯呢，可能是有的不安全，没错，添加剂啊。那我们就纯粹用我们自己放心的这个胡萝卜来做的这个小孩爱吃的这个果脯。基本上现在其实烹调方法实际上是一种靠的烹调方法，靠的烹调方法呢，我们现在基本上这个已经靠的差不多了。那么我们加入25克橄榄油，加橄榄油橄榄油的话，这可以一个是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这胡萝卜一定要用油脂进行脂溶性的维生素。没错。那用花生油或者说其他的油代替也可以。橄榄油更健康，橄榄油更加健康一些。没错。那么再加上100克的这个橙汁是浓缩橙汁100克。哇。咱家里要是如果没有这个浓缩橙汁的话，直接往里面放点橙汁是不是就可以？自己来榨一点。橙汁的这个浓度不够，最好还是用这种
这种浓缩浓缩的橙汁。平时我们来调橙汁的这种。对对对。哇，我注意到这个整个胡萝卜它的颜色有一点点变黄了，变暗淡了，不像之前那么红润了。是，但是呢，它整体里面变暗淡了之后，表面上有一层亮亮的这个糖，赋予它那种光泽。这个光泽还是很油亮的。对。还要再继续烤一会儿吗？继续再烤一会儿。其实刚才老师说哈，你看我们之所以想吃胡萝卜，认为它有营养，有一个很重要的物质是维生素 A。维生素 A，那就是吃了它，能怎样？维生素 A 呢，它是咱们维生素当中最重要的一种营养素了。现在咱们这个胡萝卜就差不多了，是不是？对。那这样我们这个秘制胡萝卜就烤好了，大功告成了啊！那这个胡萝卜呢，是需要把它凉吃。也就是凉吃，就是说你给它做熟了之后呢，你要储存起来，等它凉了之后再吃。热的时候吃口感会差好多。是，因为它这个是有很多的糖分，还有这个醋的这种味道比较冲啊。那这么凉透了以后呢，我们把它这个拿给小朋友吃啊，或者说招待客人，这个比较方便。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家庭里面的冰箱里面储存啊，你想什么时候吃就拿出一些来。刚才我闻的时候呢，这个醋味还是比较足的，是不是？对。那现在我们给它装盘，然后给它带凉，装盘带凉。胡萝卜在家里面做的时候呢，经常会头疼，而现在啊有了这种方法，我估计啊小朋友们不仅是小朋友们喜欢吃，平时一向不喜欢胡萝卜的，今天也会对胡萝卜改变看法。我们的小白领可以当零食吃。没错。既然是要带凉的，现在我们给它盛好盘之后放在一边，就在旁边默默的让它凉下来。不过这个时间呢，我们大厨给你带来第二道菜了，也是大厨烹小菜的第二道菜，什么名字？第二道菜呢是给大家带来了美味腱子肉。美味腱子肉，听说是一道烧烤，是不是？对，用微波炉做烤肉。咱烤的是什么肉？烤的是猪腱子肉。猪腱子肉。对。那咱这道菜呢是烤肉，名字是什么？叫美味烤腱子肉。美味腱子肉推荐理由：快速吃到腱子肉的便捷方法。秘制的腌料将腱子肉的美味发挥得淋漓尽致，特别添加的木瓜不仅增添一分果香，更使得腱子肉变得更鲜嫩、更易消化。美味腱子肉用到的主料有猪腱子肉、高度白酒、姜汁、五香粉、13香、木瓜蓉。猪腱子是指哪个部位？就是猪的那个小腿，猪的小腿。它这个肉呢，小腿肚，它这个肉呢有筋，瘦肉多一点，瘦肉多一点，脂肪含量少。它老运动，所以那块肉很好吃。这个肉非常有营养，就是它主要是肌肉，是不是？蛋白质高。今天咱这边选择了一块腱子肉。腱子肉，这个烤肉一般都是原汁原味的肉，新鲜的肉拿过来改刀，完了以后我们腌制就可以。腌制就可以。对，腌制就可以。那个改好刀的腱子肉呢，我们一般呢就改成长条，就长条，这么大一块吗？对，3公分左右的长条。大块吃肉一会儿要。今天选的腱子肉呢，也是基于微波炉的这个微波的这个作用，它快速的进行加热。没错。它呢，所以说呢，我们选用腱子肉。腱子肉如果想炖或者烧都很难成熟，但是用微波炉就可以解决这个快速吃腱子肉的这个。快速吃腱子肉，哇，好。现在我们改好刀了，是不是？对，咱现在给它放进容器里面去。对。腱子肉你看到没有？它里面有一层筋膜，但大多数都是这种肌肉群。对，今天是我们用的是2斤的腱子肉。腱子肉呢，我们用提前要腌啊。那么用的这个调料呢，是这样的，我们用的是酱油。酱油呢，我们用的选用是冬菇酱油。冬菇酱油。冬菇酱油呢，这个呢是比较鲜，同时呢颜色比较淡，没有那么样的重。很鲜。我们用30克，30克，2斤肉，30克的酱油，白酒，30克，高度白酒。高度的，一般呢就是用二锅头白酒。低度的不行，低度的味道能够差一点，必须要高度。高度白酒。咱这边比例是，大厨再重复一遍好不好？30克，30克的冬菇酱油，然后呢，30克的白酒，30克的白酒。放进腱子肉里面去，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冬天的灌制的那个风干肠是一样的。风干肠也要用白酒，没错，对，去腥味，而且有一点点酒香。对，好，还有这个我们的
选用的是五香粉五香粉啊，同仁堂的五香粉，我们用5克左右，5克左右就行了。这是2斤的肉，2斤肉配5克的五香粉。还有一个呢，就是13香，13香，这也是一种基本上也风味比较相近的一种香料，但是呢，它的这个味道呢会更浓郁一些。没错啊，来一点，这个也都是各5克。白糖我们用30克，30克的糖已经放进去了，30克的糖，6小勺，6小勺，1小勺是5克，5克，30克的白糖，OK，还有15克左右的精盐，精盐15克，那盐的量好像很少哎，因为2斤肉呢，2斤肉，哇，15克，15克的盐放进去了，还有我们比较重要的去腥解腻的这个姜汁。姜汁呢，就是我们用这个生姜打的一种汁。这个呢，一般在烹饪当中呢，炒菜的过程当中，烹入姜汁啊、姜汁酒啊，会快速、迅速的去掉这个腥味，尤其是烹调这种动物性的食材，动物性包括海鲜更能够去掉这个海鲜的这个腥味。没错，来点姜汁，姜汁来多少？姜汁来20克，20克，就是4小勺，4小勺就可以了。好，4小勺的姜汁，姜汁必不可少。看到没？我们这基础味里面，13香、五香粉去腥，这边还有一点姜汁，也是为了覆盖。最重要的这个今天我操作的这个腱子肉呢，是需要加入这个一种水果。哇，你有秘密法宝？不是秘密法宝，也是平时工作经验的一种总结。对，是什么水果？就是这个，你猜猜是什么？哇，橙汁吗？木瓜吧，是不是木瓜？应该是能闻得出来，是木瓜捣碎的泥，是不是？对，加50克左右，50克左右。烤肉里面还需要加木瓜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腱子肉呢，它比较这个纤维比较粗啊，没错，里面有筋啊，不容易断裂，所以说我们加入木瓜呢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让这个肉呢容易断，容易嫩。哎呦，那我觉得我们如果在家里面烤牛肉的话，烤羊肉就更该加点木瓜了，不然的话它们更粗。烤牛肉可以，如果说用牛腱子的话，更需要加点木瓜肉。没错，因为木瓜的主要的这个里面含有一个叫木瓜的蛋白，木瓜蛋白酶，木瓜蛋白酶，对，它是一个蛋白质的分解酶，可以帮助蛋白质分解。因为我们酒店用的这个嫩肉粉的主要的成分就是从木瓜里面提取出来的，所以说粉当中也是。但是这个木瓜呢，这个据我们现在工作的经验呢，最好是越生的越好，因为生的木瓜，它这个蛋白酶的含量高一些。你熟透了老了以后呢，就可能就稍微效果差一点。但这个木瓜加上以后呢，这个必须要加入适量的这个水分，也就是我们的料酒。需要加姜汁酒。对，这样哈，我们的这个料基本上就备齐了。现在就这样慢慢的腌着它。那么就是再用一些蔬菜像萝卜，芹菜、胡萝卜、我们洋葱，还有包括芹菜都放进去，切好的。咱们这道烤肉哈，一般呢都想吃纯的这种肉之类的，为什么还要加点菜呢？因为蔬菜的这种香味儿，那么渗入到肉当中，既有肉的味道，又有蔬菜的这种味道，这样的话这个味道比较符合。哎呦，也希望融合一点蔬菜中的那种菜香味。菜香味儿，好嘞，都是有点增香的菜。还有我们最后要加一点香油，帮我加一点香油，来点香油，香油要多少量呢？5-6克左右。5-6克，好嘞，差不多。香油香油拌好。好，把香油来回的拌一拌它。加香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什么？主要还是增香，再一个呢要有一个油水在里面，不然的话这里面基本上都是它食材本身的油，有点干。烤完之后，腌这个烤肉呢，这个特别是微波炉烤肉大家记住一定不能放味精。不放味精怎么讲？包括鸡精也不要放，因为味精呢的主要成分大家都知道嘛，是吧？经过高温之后，它就成了焦管酸钠，对人体长期食用是有害的。所以说呢，这个味精呢，在家庭的烹调当中呢，我不建议用的太多这个只要这个原料的本身的这种鲜味就
就可以了，你的需要是不是？而且今天我们这边好了，顾老师，你看有木瓜在，是不是也算是加了一份它特别的营养？对，加了一份特别的营养，这样呢，它就吃起来比较好消化。因为咱们吃肉呢，就担心吃了以后太多，不容易消化。尤其是好吃的烤肉。对，所以呢，我们都是配一点这种蛋白酶，像菠萝呀、木瓜啊，这种里面都有蛋白酶的，包括姜汁也，姜汁也可以。好嘞，这边呢，我们需要给它静静的腌这么一会儿吗？还是说直接？最好要腌制2个小时左右。2个小时。对，好。中间呢，你可以隔一段时间，你可以把它翻动一下，让它的味道均匀一点。哎，那好，那现在我们这边呢，就把这个肉放在一边腌制它2个小时，等一会儿才能放进微波炉里面，需要一点时间。经历了2个小时腌制的腱子肉呢，现在终于是好了，咱们赶快把它放到盘子里，准备开始正式的烤它。估计这腱子肉现在呢，里面这个纤维都已经渗透出来这个酱汁的味道了。好，直接这么大块铺在盘子上，稍微给一点点油，没错，来点油。哇，说实话呢，每次一说烤肉啊，就会觉得特幸福。对，没错，因为吃肉是很快乐的事情。好，放进我们的微波炉里面去。我们一般的是选用这种中火，用中火来烤就可以了。哎，中火好，给它设定好。这个用微波炉来烤这个腱子肉呢，这个我们一般的，如果说用大块的肉，来烤的话，我们就用微波的中火来烤，烤5到6分钟。你设定一般就是我今天是设定了5分钟。哎呦5分钟，火力是中火。5分钟之后开始吃烤肉喽。好嘞，听到没有？我们这边呢已经发出警告哈，我们这边的腱子肉已经烤好喽。哇，还是有一点点小热的哇，不过很香哎。哇，很棒的，我感觉烤出来之后这个腱子肉哈比刚才呢要缩了一点点，对，但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好像很多腌料已经渗透到这个肉里面去了。不错，再给它改个刀，香味儿已经闻出来了。哎呀，在家里吃腱子肉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吃到，对，真的是。而且你看哈，你可以中午的时候腌上它，你可不可以腌得越久，是不是味道渗透的越足？是。那么基础2个小时，你中午的时候把它腌上，晚上就可以吃烤肉了。可以吃到了。没错。让我们把改好刀 ，OK， 放进我们的盘子上。好。现在我们的腱子肉呢已经 OK 了，不过我们这边的胡萝卜呢也已经凉透了，现在可以尝一尝了，是不是？先尝我们先吃肉吧，吃肉啊，来一起尝一尝。哇，腱子肉，哇，已经烂了，非常好吃。而且纤维呢并不是像我们平时吃的时候那么梗，而且我觉得吃这个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微波炉烤出来的，我们在家里呢都会比较干，而这边可能是因为之前你加了一些酒。加了一些木瓜的关系，所以说给这个肉里面的水分呢又注入了一些，不怕微波炉来转它，还是很棒很好吃的。赶快来尝尝我们的胡萝卜，我们的蜜渍胡萝卜。小朋友们看到它颜色就很勾他食欲，很像我们吃那个果脯啊，就是果脯的味道。这个胡萝卜凉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么样的黏了，对，没错，口感它就好。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再拿出来再用。再吃的话，口感会更好。而且因为加了一点点浓缩的橙汁，所以说有一点点淡淡的浓缩橙汁的味道，很棒的一个胡萝卜的果脯，适合小孩子来吃，一种新派的做胡萝卜的方法。